早在2017年2月的一天，两个高个子老头进行了一场简短而威力巨大的对话。其中个子更高的那个人问道：“你为什么不轰炸他们？”这两个人呢，正是美国总統特朗普和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他們聊的是如何阻止伊朗造出原子彈。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2025年6月13日開始，以色列軍隊突然空襲伊朗的核設施。6月22日，美國7架 B-2 隱形轟炸機在伊朗3處核設施共投下14枚巨型鑽地彈。這倆老頭歷經8年，終於聯手幹了一票大的。Our objective was the destruction of Iran's nuclear enrichment capacity and a stop to the nuclear threat posed by the world's #1 state sponsor of terror. Tonight I can report to the world that the strikes wer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success. 此外以色列還暗殺了伊朗軍方的幾乎全部高層以及重要的原子能專家。伊朗人苦心建造的多處核設施遭受致命打擊。以色列代號為獅子崛起的行動，無論是突然性還是打擊的精準程度，都讓人目瞪口呆。而這一系列大膽、狠毒、乾淨利落的行動的決策者，就是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A targeted military operation to roll back the Iranian threat to Israel's very survival. This operation will continue for as many days as it takes to remove this threat. 然而我們的觀眾或許很少有人知道，這位以色列總理呢，還有一個哥哥，是位民族英雄，並在一次劫機解救行動中一戰封神。這次行動改變了以色列的命運，也塑造了今天的本雅明。本期 M2 檔案，我們就走進這個小國裡的大鱷內塔尼亞胡兄弟。2018年，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宣布，他們成功從伊朗竊取了大量與核計劃相關的機密資料，整整半噸重的文件和硬盤被秘密運出德黑蘭。這一驚人行動震驚了全球，也再次展示了摩薩德在情報戰中的非凡能力。到了2025年，以色列對多名伊朗高官和核專家展開精準打擊，再次驗證了他們在科技戰和信息戰領域的巨大優勢。而這背後少不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影子。他本人對高科技軍事工業有着強烈的興趣，尤其關注無人機、網絡戰和信息控制。但有趣的是正因為他對科技的了解太深，他自己呢反而極度戒備，拒絕使用智能手機，擔心被監聽、被定位，連私人通訊都格外小心。最近20多年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經常佔據國際媒體的頭版頭條。他雖然多次遭到獨裁、腐敗、性醜聞乃至戰爭罪的指控，但就是能夠一次次的東山再起。這個人在政治光譜中屬於右翼強硬派，對極端伊斯蘭勢力總是一個不服就幹的態度。拿近幾年來說他出動大軍重創哈馬斯，組織 BP 行動炸癱真主黨，還參與推倒敘利亞的阿薩德。而在面對另一個更強大的對手伊朗時，內塔尼亞胡的戰爭機器則發出更為可怕的轟鳴。內塔尼亞胡家族是猶太血統，在過去的2000多年裡，猶太民族是顛沛流離，命運多舛在沙皇俄國的統治下呢，猶太人更是被當作二等公民，生活在極端惡劣的社會環境中。內塔尼亞胡的祖輩正是在這種動盪和迫害中艱難生存。本雅明的爺爺納坦呢，是這個家族中的重要人物。他幼年時是一個神童，見到太多同族被欺凌和殘殺，漸漸的就成長為一個堅定宣揚猶太復國主義的演說家。他走遍東歐，還登陸美國，在270天之內發表了整整700次演講。很多人為了聽他的演講，把門窗都打破了。他的演說也說服了很多的猶太人。本雅明父母這一代呢，為以色列的建立興奮不已。他們起了一個猶太姓內塔尼亞胡，希伯來語上帝的禮物的意思。本雅明的父親本奇峰是研究中世紀西班牙史、猶太人歷史的權威，叔叔伊麗莎是以色列理工學院數學系的創始人之一。他們家族其實很早就扎根美國了，但是因為老爺子納坦的影響，以色列1948年建國之後，他們就回到了這塊土地。當然了，因為父親也在美國的大學擔任教職，所以他們經常是兩地奔波。本雅明呢，1949年生在以色列，是家裡的老二，他比哥哥小3歲，把哥哥視作榜樣。他一生的命運都受到了哥哥的影響。我們今天要說的故事，就是關於這對兄弟的傳奇。本雅明的哥哥叫約納坦內塔尼亞胡
一般人呢都叫他約尼。約尼生在纽约，擁有美國公民身份，但他并没有放棄以色列的国籍。兄弟俩呢都是文艺青年，哥哥特別喜歡詩歌和文學，弟弟則喜歡吉他彈唱。他們都極其聰明，不用費多大勁兒就是班級裡的前幾名。同時啊，他們的身體素質和反應速度都特別棒。按照國家的義務兵役制，約尼加入了以色列軍隊，這也是他覺得光榮的事兒。在那個時代啊，以色列跟周圍的阿拉伯國家衝突不斷，經常遭遇恐怖襲擊和戰事。約尼先後參加了2場戰爭，也就是第3次和第4次中東戰爭。他立了不少戰功，也受了傷，胳膊挨了一槍，連骨頭都被打得露了出來。一直到為國捐軀，他的一只胳膊都是伸不直的。第3次中東戰爭爆發於1967年6月，當時的以色列四面楚歌，很多以色列人以為要亡國了。弟弟本雅明毅然決定從美國坐飛機飛回以色列。他當時未滿18歲，無法為國出征，回來只是為了支持哥哥。而哥哥約尼當時正在挖墳坑，以便二戰開始之後掩埋本國犧牲者的屍體。換句話說這就是在為自己挖墳坑呢。夜裡頭，兄弟倆就躺在坑裡，整夜的討論戰爭的前景。本雅明不久後也參了軍，在總參謀部偵察營擔任特種兵。這支部隊就是以色列執行最機密、最高難度任務的尖刀，每年只招30人。他在部隊的高光時刻是參加了一次解救人質的行動。當時一群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飛往以色列的飛機，降落到機場以後，他們要求以色列釋放他們的同夥，不然就會把人質全部殺死。本雅明所在的特種部隊選拔出了16個人，穿着白色衣服和靴子，喬裝成飛機的機械師，悄悄接近飛機，然後把飛機的幾個出口突然打開，猛地衝進去，乾淨利落地幹掉了幾個恐怖分子，把人質全部都救了出来。本雅明的自傳記載，在這次行動中，他受了和哥哥類似的傷，胳膊被戰友的一顆子彈誤傷了，好在不算嚴重，不過受勳時都得用繃帶吊着胳膊。等到服役期滿，兄弟倆先後選擇去美國讀書，哥哥約尼在哈佛大學學哲學和文學，弟弟本雅明則報了建築專業，他想成為一個建築師。可惜的是，以色列持續處於動盪不安的局勢，隨着形勢吃緊，政府號召退役的軍官再回去報效國家。兄弟倆於是又響應了號召，重新參軍。這一次，約尼又立了不少戰功，被派遣到弟弟曾經服役過的總參偵察營擔任營長。這兄弟倆還有一個同樣出色的三弟，也曾在這個偵察營服役。後來呢，三弟成為了醫生兼作家。咱們說回約尼和本雅明這哥倆呢，身材高大，文武雙全，是社會的精英，但他們的性格卻截然不同。老大約尼性格灑脫，膽大妄為，敢做敢當，他可以當着全體部下的面批評自己的上司。每逢戰鬥，他總選擇那些最驚人、最危險、最不可思議的任務，從而創造奇蹟。當時的以色列很多人都特別看好他，認為他將來一定能在軍隊裡升到很高的位置，甚至當上以色列的國防部長、總理。本雅明呢，则正好相反，他喜歡用最穩妥、最小的代價把任務給完成。他還有一個性格特點，超級自信。報考大學的時候，本雅明的成績非常好，卻幾乎在所有名校那兒吃了閉門羹。這是為啥呢？因為他在申請的時候就提出，貴校如果給我 offer 的話，請等我3年時間，我要先回以色列服兵役。最後只有耶魯大學建築系願意為了這個青年才俊真誠等待。可是3年後，本雅明給耶魯寫信，麻煩再等我1年。接着又以國家需要為借口申請延遲入學。耶魯的建築系可是頂流中的頂流但他們的包容最終被戲弄。因為本雅明在第5年來信，這次說的是我不來了 ，sorry， 因為我發現MIT 的建築系對我來說更合適。這行為你說好聽點是良禽擇木而棲，說難聽點，這不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嗎？不過此後本雅明是讀完了 MIT 的建築系本科和商學院的 MBA， 順利的被大名鼎鼎的波士頓諮詢集團 BCG 錄用，薪水也非常高。而這個時候發生了一起影響了他們兄弟倆命運乃至整個國家走向的劫機事件。1976年6月27日，一架法航客機從以色列特拉維夫起飛，经停雅典準備飛往巴黎，卻在途中遭遇恐怖分子的劫持。機上一共有248名乘客和機組人員。這起事件迅速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尤其在以色列和全球猶太社群中激起強烈的反響。
因為這背後牽扯的不僅僅是一場劫機事件，而是更深層次的歷史和地緣政治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量猶太人重返中東，特別是他們祖先生活過的地區。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國，引發了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緊張關係。而耶路撒冷作為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共同視為聖地的城市，也成為了衝突的焦點之一。此後以色列先後捲入了多次中東戰爭。虽然以色列人口不多，但憑借着軍事優勢，在多場戰爭中佔據上風。這樣一些阿拉伯國家和激進組織進而採取非常規手段，包括恐怖襲擊，試圖以此對抗以色列的軍事存在，表達對領土與宗教爭議的抗議。此次劫機事件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這些人組成了形形色色的恐怖組織，有往公交車上放炸彈的，有在公共場所開槍殺人的。比如1972年就有一個叫黑九月的恐怖組織，在德國慕尼黑奧運會槍殺了11名以色列運動員，這是國際奧林匹克史上最轟動的慘案。以色列震怒，開始了長達10幾年的報復，到天涯海角去追殺，把黑九月的領導人一一除掉，最終導致了這個組織的解體。根據這個真實事件，大導演斯皮爾伯格還曾經拍過一部非常著名的電影《慕尼黑》，沒看過的朋友強烈推薦去看一下。仇恨不斷積累之下極端伊斯蘭組織就開始了劫機計劃。上世紀60年代起，世界進入了一個劫機的高危時代，其中1969年就發生了82起劫機，此後很多年仍然保持在每年30多起的水平。而猶太人恰恰就是劫機潮中最危險的一個群體。剛剛咱們說到上一次以色列遭遇的劫機事件就是本雅明所在的總參偵察營參與營救的，當時很成功。而1976年的這一次劫機者有經驗了，他們不再降落在以色列，而是把飛機挾持到了遙遠的非洲中部的烏干達，離以色列足足4000公里遠。這個距離，以色列當時的戰鬥機是飛不過去的。而烏干達總統阿明給予恐怖分子全力的配合，下令把乘客送往首都恩德培機場旁邊的一棟已經廢棄的航站樓，還派軍隊參與看守這些被劫持的人質。那這阿明為啥要這麼幹呢？他是一個昏庸殘暴的獨裁者，執政期間烏干達的經濟越來越糟，他的統治也搖搖欲墜，因此他很希望得到這些阿拉伯石油大亨的經濟支持。於是他把這次配合劫機當作是投名狀，而在他的為虎作伥之下，劫機者提出條件，在3天之內，甭管是法國還是以色列，必須拿出500萬美元，同時釋放50多名恐怖分子，不然他們就将殺死全部人質。他们想要釋放的這些恐怖分子被關押在歐洲、亞洲、非洲的很多國家，以色列不可能在3天內完成協調，更何況以色列的字典裡只有以暴制暴，不可能向恐怖分子妥協的。就連一直在跟執政黨唱對台戲的反對黨，這次也是堅決支持政府的決策。不過台面上的戲，以色列人演得非常逼真，他們派出談判代表，裝出一副正在全力斡旋的樣子，實際上是故意拖延時間，給特種部隊爭取行動窗口。而談判期限之所以得以延長，也得感謝烏干達總統阿明的強烈表現欲。他當時正準備出國訪問呢，為了回來的時候能夠親自登場，扮演那個解決危機的英雄，還主動提出寬限幾天。他心裡甚至盤算着，等人質完全釋放，各方感謝，自己說不定還能被提名个諾貝爾和平獎呢。只是他沒想到的是，這場戲還沒演到他的高光時刻，舞台就被以色列人一腳掀翻了，他的如意算盤徹底落了空。1976年7月4日凌晨，4架美制 C-130大力神運輸機突然降落在了烏干達恩德培機場的跑道上，他們的目標是制造一種假象，仿佛搭乘飛機的是烏干達的高官，正在執行某項秘密任務。守軍一時間也未察覺異常，第一反應不是敵人入侵，而是有要員到訪。原來這正是以色列人精心設計的偽裝。他們設想，如果這些飛機看起來像是專門運送烏干達高官的專機，說不定能騙過守軍。他們甚至專門準備了一輛黑色奔馳，幾輛軍用吉普，模仿烏干達總統阿明的車隊風格。車隊從運輸機中開下來，神情傲慢，氣勢逼人，仿佛真的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來了。這一幕像極了現實版的特洛伊木馬，不靠火力硬拼，而是靠偽裝和心理戰，先一步瓦解敵人的戒備。
一開始機場上的烏干達士兵確實被唬住了。至於那輛奔馳裡到底坐着誰，這場行動究竟有多神秘，烏干達方面還完全沒有意識到，一場閃電般的營救行動已經悄悄展開。飛機上100多名屬於精銳特種部隊的以色列官兵荷槍實彈，其中就有總參謀部偵察營的人。機場的人們還沒回過神來呢，以色列特種兵就像一道閃電一樣刺向關押人質的航站樓。在實施突擊之前談判代表成功說服了恐怖分子，讓对方顯得道義有道，答應釋放了全部老弱婦孺和非猶太裔的乘客，剩下的人質和法航的机組人員共有106人。原本机組人員也在釋放名單裡，但是以機長为首的机組人員表現出了英雄主義的一面，他們表示只要乘客沒有獲得安全，他們就拒絕離開。更為英雄主義的一幕發生在約尼身上，他把自己擺在了最危險的位置，在前一波隊員衝進航站樓，而後一波人還沒有趕上來的時候，他站在航站樓前面的空地上指揮，這也可以隨時監控前方和後方的情況，卻也完全暴露在對手的槍口之下。結果他被一顆子彈擊中，連一句遺言都沒有留下。他也是營救行動中唯一陣亡的軍人。再過幾個月，他原本就該再次退役，回到美國繼續讀書的。以色列人把這次行動命名為雷霆行動，後來有好幾部電影都以這次行動為藍本進行拍攝。我們今天已經可以從解密的信息中勾畫出這次行動準備的經過。以色列人的用心良苦和執行力實在是令人驚嘆。他們拿到了恩德培機場那座關押乘客的航站樓的設計圖，一夜之間用木頭搭起一座航站樓的模型，哪支部隊衝進航站樓的哪個位置去做什麼事情，哪支部隊去消滅敵人，誰去解救人質，都進行反復的演練。運輸機的飛行員們苦練了如何騙過恩德培機場的塔台，在跑道上強行降落，甚至做好了在黑暗中降落的準備。以色列人還準備了一輛黑色的奔馳，用來冒充烏干達的高官，因為黑色奔馳是烏干達高官的標配。烏干達軍人看到黑奔馳就會條件反射一般的舉起槍敬禮。而約尼帶領的總參謀部偵察營負責擔任突擊隊，乘坐那輛黑色奔馳和其他幾輛軍用車輛，第一時間衝往航站樓，消滅恐怖分子，救出人質。另外幾支精銳的特種部隊，有的負責擋住援兵，有的負責做接應，有的負責把人質盡快運上飛機。就這樣，從飛機降落到重新起飛，只用了53分鐘。在30分鐘的激烈交火中，10名恐怖分子，7人被擊斃，幾十名烏干達守軍被閃電解決。106名人質中，102人獲救，3人死亡，另有1名因病被留在醫院的女性人質，事後被烏干達政府秘密殺害，成為這次總體成功的行動中一個較為悲痛的尾聲。不過，這是世界上第一起跨國反劫機行動，取得了神話般的成功，一切都跟事先設計的幾乎一模一樣。當然了，這種在異國領土的軍事行動也引發了爭議，它讓人聯想起以色列特工的另一次著名行動。他們花費10多年時間，發現了化名藏匿在阿根廷的納粹戰犯艾希曼，也就是主導屠殺數百萬猶太人的魔鬼。1960年，以色列人秘密綁架了艾希曼，帶回本國審判。事先完全不知情的阿根廷強烈抗議，而以色列人才不管這些，他們的信條就是犯我猶太者，雖遠必誅。得知心目中的英雄為國捐軀，弟弟本雅明哭得像一個孩子，連續幾個星期都困在巨大的悲痛裡。他們的父親從此陷入了抑鬱症。人質被解救的消息傳來，整個以色列瞬間陷入癲狂狀態，無數人湧向機場。約尼成了以色列家喻戶曉的英雄，他被埋葬在專門安葬烈士的赫茲爾山。總理、國防部長以及幾千名戰友都參加了他的葬禮。很多以色列人給自己剛生下的孩子取名叫約納坦，許多以色列城市都有一條街以約尼的名字命名，他的事跡還被收入了以色列中小學的教科書中。為了紀念約尼，以色列國防部宣布把這次行動的名字從雷霆行動改為約納坦行動。總參偵察營本來是一支嚴格保密的部隊，但這次行動之後，他的名聲也一下子傳開了，成為太多以色列年輕人參軍入伍的第一志願。這個恩德培反劫機行動也成為了範例，很多國家開始培訓自己的特種部隊，用強硬的態度打擊恐怖主義，席捲全球的劫機潮也慢慢平息了下去。直到30多年以後，美國突襲本拉登的行動，指揮官還仔細參考了約納坦行動當年的資料。
這件事呢，也間接促成了烏干達獨裁者阿明的倒台。烏干達人原本以為阿明這位暴君是無所不能的，沒想到以色列人神兵天降，暴露了獨裁政府的虛弱。後來從政後本雅明也多次舉這個例子，說服國內的反對者和妥協派。他覺得像阿明這樣的獨裁者外強中乾，一旦遭受打擊，很快會被垮台。對獨裁者和恐怖分子必須強硬、強硬再強硬。這劫機事件呢，也完全改变了本雅明，他要為哥哥復仇。他的仇恨對象不是某幾個劫機犯，而是所有與以色列為敵的人。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就需要擁有權力。他從 BCG 辭職，放棄了美國夢，從以色列外交部的一名助理開始，一步一個腳印地開啟了政治生涯。Nobody wants peace more than Israel, but the stumbling block to the road for peace is this demand for a PLO state, which will mean more war, which will mean more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 sincerely believe, if this demand is abandoned, we can have real and genuine peace. 作為國家英雄約尼的親弟弟，本雅明呢，天然擁有一些政治加分，加之天賦異禀，所以上升很快，在著名的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成為新生力量。1993年，44歲的他成為了黨魁，3年後首次當選總理，是該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那一年離哥哥殉國剛好20年，這是告慰哥哥的最好方式。不過在這個任期內，本雅明的硬漢形象其實是打了折扣的。他先是對阿拉伯世界的反猶勢力動用蠻力，遭到國內政治對手的強烈反對，接着呢，又和巴勒斯坦的領袖阿拉法特和談，這樣他在黨內也失去了支持。更糟糕的是他還被爆料有婚外情和貪腐醜聞。1999年，本雅明在大選中敗給了工黨候選人巴拉克，隨後宣布辭去利庫德集團的領導職務，一度淡出政壇。對外界來說，這像是一次謝幕，但熟悉他的人都明白，一個如此痴迷權力、信奉使命感的政治人物，又怎會甘心隱退呢？果然，僅僅2年後，他就重回政壇，加入聯合政府，擔任內閣職務。2009年，他再次當選總理，隨後連任多屆，第二輪執政一共持續了12年，成為以色列歷史上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總理。直到2021年，他才再次失去總理職位。但是在政治鬥爭之外，本雅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司法危機。2020年12月，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正式以受賄、欺詐和背信罪起訴他，使他成為以色列歷史上第一位在任期間被起訴的總理。事實上這項指控早在2年前就已經展開調查了。他還曾一度向議會申請豁免權，後來呢，主動撤回，表示要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他多次出庭應訊，但截止目前，案件尚未判決，審理仍在持續中。被起訴後不久他失去了總理的權杖，但僅僅1年之後，他又捲土重來了。截止到現在，仍是以色列的掌權者。3段總理任期加起來，已經接近18年了，在民主國家實屬罕見。也許是因為失去哥哥的悲情，本雅明不再是一個凡事追求穩妥的人。他異常強硬，堅決主張打擊恐怖主義極端勢力，提出的口號就是要一個安全的和平。即使有什麼行動引發了國際社會的譴責，他也不願意做更多的解釋。在漫長的任期內，本雅明多次對周邊的敵對勢力打擊或者反擊，有好幾次造成的平民死亡都超過1000人。2023年10月，控制加沙的哈馬斯對以色列實施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恐怖襲擊，殺死以色列1000多人，並綁架了數百名人質。本雅明不僅追殺了當時參與決策的全部哈馬斯高層，而且出動大軍重創加沙，殺死成千上萬的阿拉伯人，包括無辜平民。同一年，國際刑事法院對本雅明下發了逮捕令，罪名就是大量傷害平民。當然，他們不可能突襲以色列去抓捕人家的總理，但如果本雅明出現在歐盟的領土或者領空，還真的有失去自由的危險。伊朗呢，雖然是伊斯蘭世界比較獨立的什葉派國家，卻同樣憎恨猶太人。他們大力扶植以色列周圍的反對勢力，比如真主黨、哈馬斯、胡塞武裝。更要命的是，他們還在努力研發核武器，這就成了以色列的心頭大患。最終，以色列決定先發制人，聯合美國發動了咱們一開始提到的那一系列軍事打擊活動。永遠無法調和的矛盾和不斷升級的報復行動，讓雙方的平民傷亡不計其數。以色列人對這位以暴制暴、睚眦必報的總理也有着複雜的情感。一方面呢，他們渴望安寧；
可另一方面，他們像這位總理一樣，心裡埋着仇恨，有一種強烈的受害者情結。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經感嘆道，以色列是一個脾氣火爆的小國家，也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國家。以色列建國不過70餘年，國土面積只是相當於中國大半個海南島，但在國際舞台上的存在感卻極其強烈。進入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第3次執政期後，他的風格也變得更加強硬，也更具科技範兒。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出現在2024年9月，以色列情報機構成功監聽並掌握了黎巴嫩真主黨成員数千台傳呼機和對講機的信息，通過遠程技術手段引爆了部分設備，造成至少37至40人死亡，另有3000余人受傷。这次行动引发了巨大的震动，有人拍手叫好，甚至讽刺说那些恐怖分子的腰子都要被炸没了。但也有不少批评声音指出，爆炸波及範圍廣泛，造成平民和兒童傷亡，引發了人道爭議。面對爭議，本雅明毫不回避，他公開承認自己就是這次行動的罪魁禍首，態度強硬，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歉意。這種技術型強硬路線也正是他執政風格的典型特徵。個人情感方面，本雅明經歷了3次婚姻，前2任妻子都是名校的高材生，他們都曾抱怨本雅明根本就不顧家，非但如此，還經常爆出性醜聞。這2段感情分別維持了6年和3年，與第3任奉子成婚後，倒是支撐了30多年，但也是風雨飄搖。除了頻傳出軌醜聞，媒體還爆料妻子薩拉欺壓總理官邸的員工，干預朝政。似乎只有在兄弟情上面，本雅明的表現是可以得高票的。這可能確實是發自真心，但也難說沒有一點作秀的成分。2016年，也就是恩德培事件40周年之際，本雅明前往烏干達，在各個陣亡的地方獻花，並表示約尼的犧牲指引着我的道路。在約尼陣亡後，每逢哥哥的忌日，本雅明就閉門不出，甚至不理朝政。此外本雅明的控制欲是出了名的，十分在乎自己的對外形象。他不僅關注自己發言稿的細枝末節，包括標點符號都要親自修改，還會干預其他內閣成員的稿子。這個強權人物還有一些怪癖，那就是很信邪，鞋子的鞋。每次重要演講的時候，都會穿同一雙在意大利定制的皮鞋，而且從不在周五的晚上做決策，因為不吉利。對以色列來說本雅明是現代史上一位最具個性也最有作為的國家領導人，堪稱內塔尼亞胡大帝。他的名字將深深刻在猶太民族的千年歷史，而在他的敵人和對手眼中，尤其是在那些從戰爭中失去了父親、丈夫和兒子的人來看，他則是將永世在火獄中受刑的魔鬼。我們都知道猶太民族非常聰慧，無論是商業上還是學術上，為世界貢獻了無數的天才。如果沒有戰爭和民族矛盾，內塔尼亞胡兄弟原本可能成為學術精英或者是商業奇才，但最終他們書寫歷史的方式卻變成了槍炮與復仇。整個猶太民族也一樣，歷史上他們遭受了上千年的歧視和欺凌，納粹式大屠殺也不止一次上演。成功復國後，他們睚眦必報，犯我猶太者雖遠必誅，不僅僅是一句口號。當猶太人把他們的智慧和意志用於復仇，產生的當量也是史上罕見的。美國民主黨原本是與本雅明保持距離的，擔心他的鐵血政策把中東搞得不可收拾。而本雅明則毫不退讓，先後與克林頓、奧巴馬硬剛。而獨裁者和野心家有時候會惺惺相惜，就如我們開頭所述，川普和本雅明成了好基友，對伊朗的先發制人震驚了世界。有了川普這座靠山，本雅明的總理寶座似乎更加穩固。有人說這意味着他和他的國家將在國際舞台上繼續書寫令人矚目的篇章，但這究竟是希望還是隱憂呢？感謝收看 M2 檔案，咱們下期再見。